你是否也曾这样？明明已经很努力的在运动、冥想，甚至练习我们之前谈到的呼吸技巧，但日复一日的压力依然像潮水一样，悄悄地漫过你生活的堤坝。于是，你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瓶瓶罐罐，那些宣称能缓解压力、改善睡眠的神奇补剂。但这片市场就像一片黑暗的丛林，充满了夸大的宣传和未知的风险。到底哪些是真正的科学，哪些又是巧妙的骗局？今天我们不做产品推荐，我们要做一次科学排雷。跟随史丹佛大学神经科学家安德鲁·休伯曼教授的思路，来看看他那份极其谨慎的压力补剂清单上到底写了些什么，又警告了些什么。今天我们只聊3种物质，其中2种是休伯曼教授在特定时期会使用的王牌选手，而另一种则是他强烈建议我们，尤其是孩子，需要极其警惕的甜蜜陷阱。让我们先从这个陷阱说起。一个你绝对听过，甚至可能正在使用的名字，褪黑素 melatonin。很多人把它当作助眠神药，甚至用来缓解焦虑。但休伯曼教授明确指出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。首先，市面上绝大多数褪黑素补剂的剂量都高得离谱。你吃下去的3毫克、5毫克，可能比你自身分泌的量要高出成百上千倍，这是一种超生理剂量的荷尔蒙轰炸。更重要的是，褪黑素作为一种荷尔蒙，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。它对我们的生殖系统激素有潜在的负面影响，对于青少年儿童，甚至可能抑制青春期的发育。而且，长期大剂量服用，还可能抑制你肾上腺的正常功能，让你陷入一种假性肾上腺功能不全的状态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肾上腺，我们顺便来打破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巨大迷思，所谓的肾上腺疲劳。你一定听过这种说法，你压力太大了，咖啡喝太多了，肾上腺都疲劳了，被掏空了。休伯曼教授引用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根本没有肾上腺疲劳这回事。你的肾上腺储备的能量足够你应付200年的压力。我们感到的疲惫和倦怠，源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耗竭，而不是肾上腺本身。这个概念源于早期科学家对压力的一个错误解读，但却被大众媒体和保健品厂商变成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迷思。所以，请忘掉肾上腺疲劳这个词，也请重新审视你和褪黑素的关系。好了，排除了2个最大的雷区之后，让我们来看看，在压力真的大到难以承受时，休伯曼教授会求助的2位科学盟友。第一位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古老的名字，南非醉茄。它不是镇静剂，而更像一个精密的压力调节器。它的核心作用是显著降低我们体内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压力荷尔蒙。皮质醇长期过高，正是导致慢性压力所有负面影响的元凶。而科学研究证实，南非醉茄的威力不容小觑。一项涵盖了6个独立研究的综合分析显示，在面对压力的健康人群中，它可以将皮质醇水平降低 14.5% 到 27.9% 之多。休伯曼教授特别强调，它并不会常年服用，它只会在那些压力极大的特殊时期，比如工作负荷超载、生活遇到重大变故时，才会用它来作为一个短期的强力辅助，帮助身体更好地度过难关。第2位盟友则要温和得多，它就是茶氨酸。如果你有喝茶的习惯，你其实每天都在接触它。茶氨酸是茶叶中那种能让人放松、平静的神秘物质。它的作用机制是提升大脑中一种叫做 GABA 的抑制性神经递质的水平，相当于轻轻地给我们那颗高速运转、胡思乱想的大脑踩一下刹车。科学研究表明，茶氨酸在提升放松感、轻度缓解焦虑方面有着明确的效果。休伯曼教授分享说，他自己除了有时用来辅助睡眠外，也偶尔会在压力巨大的下午时段使用。比如，当一天的工作还没完成，却已经感到心力交瘁、焦躁不安时，一点点茶氨酸就能帮助他消去压力的锋芒，让自己更平静地完成剩下的任务。
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。从风险极大的褪黑素，到被误解的肾上腺疲劳，再到特定情况下能提供帮助的南非醉茄和茶氨酸。但最后，请务必记住休伯曼教授，也是本频道最核心的理念。任何补剂都只是辅助，它们永远无法替代优质的睡眠、健康的饮食、规律的运动，以及我们上一期谈到的最重要的高品质的社交连结。这些工具是在你已经用尽了所有行为方法，却依然在和生活苦战时，为你提供的科学支援。它们是帮助你渡过难关的船，而不是你可以一直居住的岛屿。在使用任何补剂前，请务必咨询你的医生或做好自己的研究。在你的生活中，是否也有过使用补剂来对抗压力的经历呢？效果如何？我很想在评论区听听你的故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用科学来探索我们身心奥秘的内容，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、更自洽的自己。